你有没有见过穿红寿衣下葬的人？这种人生前无一例外都是遭受了巨大冤屈，无奈之下只能祭往鬼神，希望死后能够化作摄亲鬼回来复仇。我们今天的主角杜正人生前远比你想象的更惨，他出差归来，结果被上司和老婆的相好联手坑害，含冤而死，死后直接化作红衣凶神，把仇人挨个送去见阎王。今天咱们就来看这部超猛的邵氏恐怖片。故事开始，三个老哥胡七、王通、崔大是专业的盗墓贼，白天睡觉，晚上上班，主打一个错峰刨坟。这天晚上，他们刚挖开一座大墓，正准备发笔横财，岂料官差突然杀到3人，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分头跑路。虽然人是跑了，但今晚的生意算是彻底黄了。第二天一早，百无聊赖的3人正在街上溜达，可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镇上的土财主曾大爷吗？他鬼鬼祟祟地从一户人家里出来，3人定睛一看，好家伙，那不是铁面捕头杜正人的家吗？大清早的从人家里出来，这事儿能简单吗？3人立刻心领神会，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已经冉冉升起，于是一个发财的妙计在他们心中诞生了。3人直接在茶馆堵住，曾大爷开门见山就要敲一笔。他们嬉皮笑脸的暗示，知道曾大爷那方面的功夫了得，还知道他一大早就去安慰寂寞的杜家嫂子。然而曾大爷也不是善茬，他警告3人想在镇上混就管好自己的嘴。你们哥几个想在潭溪镇混下去的话，刚才的那些事情最好当成没见过。3人看暂时榨不出油水，也不纠缠，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捕头杜正人一回来，这出好戏迟早要上演。另一边出差半个多月的捕头杜正人正在返程的路上，然而他并不知道一张巨大的阴谋之网已经为他张开。半路上5个假扮衙差的土匪突然杀出，想要他的命。杜正人身手不凡，3下5除2就解决了2个杀手。为首的包租公见不是对手，仓皇逃走。随后杜正人拎着尸体回到衙门，跟顶头上司总捕头杨海峰复命。杨海峰表面上关心备至，还让他赶紧回家看看老婆，但眼神里却闪过一丝不易查脱的阴冷。回家的路上，杜正人撞见一个叫小赵的惯偷正在行窃，他当场就把小赵拿下，周围的街坊群情激愤，都说法办他。小赵却哭诉说自己是为了给病重的老娘抓药才出此下策。杜正人看着这个孝子心一软，不仅替他向街坊求情，还把他带回家，准备给他点钱让他走正道。不得不说，杜哥真是个3观比5官还正的好人。可他万万没想到，回到家等待他的不是老婆的嘘寒问暖，而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老婆抱怨他常年不着家，让自己担惊受怕。杜正人九死一生回来，还被老婆数落，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道的是，他老婆的心早就不在他这里。他正和那个曾大爷打得火热，2人甚至已经开始密谋如何除掉他这个绊脚石。很快毒计来了，当天深夜，曾大爷的手下包租公潜入镇上富豪卢大户家中，不仅将家主老卢杀害，并且盗走了卢家传家之宝玉雕双鲤鱼。见到宝物以后，曾大爷就安排包租公给杜正人的老婆送过去。杜嫂子，杜嫂子，谁？曾大爷派我来的，有点东西交给你。曾大爷说。而这一切正是曾大爷和总捕头杨海峰联手策划的毒计。他们派人杀了卢大户，然后将赃物偷偷放进了杜正人的家中。第二天，杨海峰就带着卢家的管家气势汹汹地来到杜家，声称杜正人是杀人凶手。杜正人一脸懵逼，坚称自己被冤枉，并同意他们搜查。就在这时，杜哥的老婆口里喊着冤枉，却把官兵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床底下，床底下，快点！哼，你还说没有东西？杨大人，找到了，东西找到了。打开一看，里面正是失窃的玉雕双鲤鱼，人赃并获，百口莫辩。杜正人被当场拿下。临走前，他看着自己老婆，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进了大牢昔日的好兄弟，好上司杨海峰彻底撕下了伪装，他用尽各种酷刑对杜正人严刑逼供，非要让他画押认罪。杜正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终于明白杨海峰早就收了黑钱，和别人串通一气，要置他于死地。他指着杨海峰怒吼：“做缺德事是会有报应的。”不久后，在众街坊的联名担保下，杜正人被暂时保释回家。他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老婆端来的一碗爱心靓汤。杜正人没有怀疑，一饮而尽。此时他才知道自己分明就是在世武大郎。他本想着弄死这个蛇蝎女人为自己报仇，奈何他已经使不出力气，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妹妹听到动静急忙出来查看，临死前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对他妹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要是我死了，给我穿一件红色的衣服。红色的。
眼看杜正仁断气，他老婆连夜带着妹妹来到了棺材铺订棺材。这有句话真叫人不能不相信，所以说是无谎不成状，是无巧不成书啊。杜嫂子，您看这副棺材怎么样？今儿上午刚刚做好的，没想到啊，到晚上杜捕头他就用上了。妹妹在嫂子走后，偷偷给哥哥买了一件红寿衣。在葬礼这天，杜正仁的老婆哭得撕心裂肺，外人看了还以为夫妻二人感情有多深，实际上他却请来了镇上所有的和尚给杜正仁超度，希望他别变鬼回来报复。杜正仁死后，他老婆和曾大爷的奸情彻底没了阻碍。转眼间7天过去，开始的盗墓三人组赌运又差，直接输个精光。于是这3个家伙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刚下葬的杜正仁身上。他们觉得杜哥生前乐善好施，死了也该帮帮他们这几个穷鬼。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3人挖开了杜正仁的坟墓。就在他们撬开棺材的瞬间，一阵阴风刮过，吹得人睁不开眼。紧接着他们听到一阵沉重的喘息声，仿佛就在耳边。3人吓得魂飞魄散，定睛一看，只见棺材里那具身穿红衣的尸体竟然缓缓地坐了起来，诈尸了。3人连滚带爬地逃跑，3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无意间放出了被和尚封印在棺材里的杜正仁。从这天起，恐怖的复仇开始了。他第一个要找的自然是害死他的那对奸夫淫妇。可当他来到家门后，妹妹似乎有了感应，出来查看。杜正仁不想吓到妹妹，于是便控制灵位前的2个纸人去房里查看，结果被他看到仇人正在家中，于是便亲自现身，要为自己报仇。杜大爷恶向胆边生，要和杜正仁拼命，结果一不小心摔下了楼。妹妹听到打斗声，来给哥哥助威，可能是曾大爷命不该绝，关二爷的神像救了他一命。另一边，3个盗墓贼来到镇上，大肆宣扬杜正仁诈尸的事情。披头散发，眼发青光，满脸的青筋跳着，满头的鲜血，穿着一件红袍，飞呀飞呀飞呀！我差点让他给捉到了，吓得我屎尿都出来了。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杨海峰的耳朵里，为了确认，他特意来找曾大爷确认。看你这行径，我不信也得信了。曾兄，杜这人真的是不错。为了不让这件事继续发酵，他们决定先把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是3个盗墓贼灭口，然后再请龙虎山的道士下来收服杜正仁。很快杨海峰的手下在盗墓贼的据点堵住了3人，将其灭口。与此同时，曾大爷也请来了道士，他们一起做法，将杜正仁的棺材封印，让他有家不能回。随后便四处寻找杜正仁的冤魂，无处可去的杜正仁只好求助棺材铺老板。韩老板，我是杜捕头。杜捕头，你来找我干什么？韩老板，我的墓被人贴满了胡子，没法子回去，一时找不到栖身的地方。韩老板当场就被吓尿，可他知道杜正仁的冤屈，还是给他找了一副棺材安身。可就在此时，2个道士带着官兵上门查房，道士在棺材里感应到了强大的怨气，于是便把身上所有的符纸贴了上去。可是杜正仁怨气冲天，小道士根本不是对手，直接被抓进了棺材里。大法师得知徒弟的遭遇后，担心曾大爷质疑自己的能力，就夸下海口。你看我的祖师爷张天师、斩鬼大师钟馗、森罗殿阎王爷都是他的克星。那这些戴在你头上，再穿上这套符衣，把你安放在用灵符围成的百符阵内，就算是万恶的厉鬼，也要死在我的桃木剑下。大师好极了。很快杜哥的复仇名单就轮到了当初诬告他的卢管家，他直接闯进卢家，把管家吓得精神失常，自己跑到杨海峰面前，把当初如何诬陷杜正仁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然后活活吓死。总捕头杨海峰也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得不轻，但他毕竟心狠手辣，嘴上依然强硬叫嚣着，让杜正仁的鬼魂有种就出来。结果杜哥真的现身了，一番缠斗，杨海峰不敌冤魂的怒火，最终惨死在杜哥的刀下。眼看同伙一个个离奇暴毙，主谋曾大爷彻底慌了。大法师在曾大爷的豪宅里布下天罗地网，贴满了符咒，还搞了个什么百符大阵，声称就算是万年厉鬼也闯不进来。而此时杜正仁的老婆也收拾好行李，正式搬进了曾大爷家，准备双宿双飞。杜哥的鬼魂来到曾家大宅，果然被符咒挡在门外，无法进入。就在这时，他想到了那个他曾出手相助的小偷小赵，他知道小赵喜欢自己的妹妹，于是就用免彩礼作为条件。小赵一听，对杜哥感恩戴德，决定豁出性命帮他报仇。小赵借着夜色潜入曾家大院，一把火烧掉了院子里的符咒，破了法师外围的阵法。屋内的人大惊失色，以为是杜正仁找上门，结果大法师念出咒语，才发现了不对劲。奇怪，他是人不是鬼。曾大爷也认出了小赵，于是就派得力干将包租公去对付小赵。小赵根本不是对手，被砍翻在地。可下一秒杜正仁突然出现，只见他一掌就将包租公打爆。
大法师见状心颤不已，早知道这么凶他就不来了。为了免疫法术伤害，杜正人直接上了小赵的身。此时法术失效，几个打手只好硬着头皮上，结果全都被小赵砍翻在地。大法师见状赶紧拿出压箱底的宝贝黑狗血，对着杜正人就是一顿猛喷。黑狗血果然厉害，杜正人也不敢硬抗，只能暂时退避。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后院传来了惨叫声。众人以为是杜正人在作怪，纷纷来到后院。你看见了什么？说呀，你说呀，你看见了什么？我什么也没看见。那你叫什么？我怕，我真的好害怕。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可杜正人不会再让他们逃回百福镇。他与小赵分开，自己去追赶曾大爷。小赵举起关刀，将大法师和他的徒弟砍翻在地，解决了最后的障碍。杜正人来到曾大爷和自己老婆面前。他看着这对害死自己的狗男女，没有一丝怜悯。曾大爷被吓得到处乱窜，被房顶的吊灯砸中，当场身亡。杜正人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只是将老婆吊了起来，大仇得报，怨气消散。杜正人的鬼魂终于得到了安息，而小赵也得偿所愿，没花1分钱，彩礼抱得美人归。一场因奸情引发的血案，最终以最硬核的超自然方式画上了句号。本片是邵氏古典恐怖的经典之作，将冤鬼复仇的老桥段拍出了新意与深度。影片以捕头蒙冤被毒杀，着红衣化飞尸复仇为主线，糅合聊斋的志怪风骨与古典公案的警示内核。江南小镇的诡谲氛围成了当时社会官商勾结、人性凉薄的缩影。邵氏导演孙仲的镜头极具巧思，红衣厉鬼的造型悚然，尸变骷髅的画面更是惊艳。武侠动作美学与恐怖桥段的融合，让斗法戏张力拉满。剧情紧凑无拖沓，善恶终有报的结局虽朴素，却道尽了底层对正义的渴求。纵使特效幼于时代，这份中式恐怖的原汁原味，仍让影片成为港恐黄金时代的独特印记。我是小 K，我们下期见。